第149章小山谷。望着下方那几乎变成废墟的院落，小医仙半晌后方才从震撼中回复过来，美眸泛着许些异彩，盯着那肩扛重尺的少年，玉手轻轻抚摸了一下蓝鹰的羽毛，然后驾驭着它缓缓地盘旋着降落在院中。轻灵的跃下鹰背，小医仙行至萧炎身旁，目光看向木蛇飞射之处，轻声道：他怎么样了？至少重伤。微微笑了笑，萧炎忽然剧烈地咳嗽了几声，手掌紧捂着嘴，片刻后掌心中出现了些血迹。没事吧？望着萧炎苍白的脸色，小医仙玉手急忙在其背上轻拍了拍，担忧地问道：没什么大碍，脱力了而已。无所谓地摆了摆手，萧炎手掌对着那灰尘弥漫的墙角处一推，一股劲风将灰尘席卷而去，露出其下的一片废墟。萧炎望着那在废墟下微微抽搐的身体，漆黑的眼眸中却是一片淡漠，再次轻咳嗽了几声，缓缓地拖住重尺，来到废墟之旁，手中重尺轰的一声将一块碎石击飞而去，露出了下方那惨白着脸色满身狼狈的木蛇。抱歉，你输了。此时的木蛇双腿已被砸断，惨白的脸色极为的可怖，呼吸也是越来越低不可闻，显然他已经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小混蛋，我还是小瞧了你啊！虚弱的声音从木蛇嘴中断断续续地传出，然而虽然声音低迷，可其中的那抹怨毒却是丝毫不减。萧炎轻笑了笑，并未答话，眼神依然淡漠，并未因为木蛇此时的惨状而有丝毫的怜悯。小子，日后若是有机会，一定要你生不如死。似乎也是明白萧炎并不会起什么同情的心思，所以木蛇话语中也并没有求饶的意思，反而充斥着狰狞的杀意。我想你应该没有那种机会了。萧炎淡淡的道，低下身来，手掌在其身上一阵摸索，片刻后空手而回，微偏着头道：从石盒中得到的玄阶斗技呢？嘿嘿，你对他有兴趣？不过可惜，我若死了，你就永远别想得到它。艰难地抬起头来，木蛇脸庞上泛起一抹阴森的得意，看萧炎的举动，他似乎觉得自己把握到了一点能够与对方谈条件的资格了。微微点了点头，萧炎缓缓地站直身子，无奈地摊了摊手，沉默了一下，忽然微笑道：既然这样，那你还是去死吧。话音落下，萧炎脸庞瞬间阴寒，手中的玄重尺重重地对着木蛇胸膛怒砸而下。望着那动手毫不拖泥带水的萧炎，木蛇眼瞳中掠过一抹惊骇与恐惧，他没想到萧炎竟然能够舍弃玄阶斗技的诱惑。放过我，我告诉你玄阶斗技的所藏之地，日后我们的恩怨也一笔勾销。在死亡阴影的笼罩下，木蛇忽然嘶声大喊道：不用了，相对于玄阶斗技，我这人更不喜欢被一些犹如毒蛇般的冷血生物惦记在心里。森然一笑，萧炎手中的重尺毫不留情地狠狠轰砸在了木蛇胸膛之上。砰！随着一声闷响，木蛇眼瞳骤然一突，身体猛地下陷了许多，一口鲜血夹杂着破碎的内脏被其从嘴中狂喷了出来。眼睛怨毒地盯着面前的少年，木蛇终于是缓缓地软了下去，身体之上的生机也是快速褪去。望着那蜷缩在废墟之中的冰凉尸体，萧炎眼眸轻轻闭上，吐了一口气，然后转身对着不远处的小医仙行去。走吧，木蛇死了，狼头佣兵团便再没有了领头之人。树道猢狲散，狼头佣兵团已经散了。行至小医仙身旁，萧炎脸庞上略微有些疲惫，轻声道：柔声应了一句。小医仙美眸在四周扫了扫，只见那些残存的佣兵已经随着木蛇的死再没有了半分战意，一个个脸色惨白的四处窜逃，似乎是生怕萧炎前去追杀一般。轻叹了一口气，木蛇一死，以往的所有恩怨也是随之烟消云散。红润嘴唇微微抿着，小医仙低声道：也是该离开了呀。转过身来，小医仙将萧炎小心扶上蓝鹰背上，然后也是跃了上去，玉手一挥，蓝鹰发出一声鹰啼，然后缓缓盘旋升空而起。蓝鹰在天空盘旋一圈，
然后飞速地展翅飞掠，片刻之后便是消失在蔚蓝的天空之上。在萧炎两人踢场之后不久，木蛇身死的消息便是飞快地传遍了整个青山小镇。对于这震撼的消息，所有人都是满脸惊愕，特别是当他们知道那击杀木蛇的竟然便是那当日被追杀进魔兽山脉深处的少年之后，惊愕顿时变成了惊骇。一个年龄看似不到20的少年，竟然是将狼头佣兵3大团长全部击杀。残酷的现实让得大多人心中都是有股羞愧的感觉。木蛇的死亡同时也宣告着狼头佣兵团的解散。在没有掌舵人的指挥下，这往日横霸青山镇的一大势力，竟然便是因为一名少年的关系，逐渐的沦落成了最不入流的势力。当然，狼头佣兵团的结局如何，对于萧炎来说已经并没有任何意义。青山小镇只是他历练开始的第一个起始点而已。或许在日后，当他苦修结束之时，会偶尔想起那坐落在魔兽山脉之下的小镇，在那里他经历了人生第一次追杀。在从青山小镇出来之后，萧炎两人并没有急着横穿魔兽山脉，反而是在小医仙的带领下来到了一处能量极为充裕之地。对于这地方，萧炎也并不陌生，这里正是当初跟随着采药队伍来到的那处遍地生长着药材的盆地。不过此次他却是在小医仙的领路下，从高空直接飞进了盆地深处。在盆地深处徐徐地降落而下，小谷中充斥的浓郁能量，让得萧炎满脸狂喜地深吸了一口空气，顿时精神为之一振。怎么样，这地方好吧？这里的小山谷与外面是完全的隔绝，而且天空上有浓雾遮掩，极为隐蔽。若不是一次小蓝偶然闯了进来，我恐怕也不可能发现这处奇地。望着萧炎那惊叹的神色，小医仙略微有些得意地娇笑道：的确很棒。赞不绝口地点了点头。萧炎目光在布满淡淡能量雾气的谷中扫过，却是再次惊喜地发现，山谷之中竟然还生长着各种珍稀的药草，一股股药香之味夹杂在雾气之中，让人心旷神怡。我们暂时在这里待一段时间吧。我的七彩毒经中需要配置的一些药草，正好这里有。偏过头，小医仙望着萧炎，语气中有着商量的意思。没问题。闻言，萧炎毫不犹豫地满口答应。这般好的修炼之地，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遇见的。他心中可打算着，最好能够在这里晋升成一名斗师呢。虽说山谷与世隔绝，只能依靠小医仙的蓝鹰才能飞跃出去，不过萧炎并不担心，有着药老以及紫云翼的他，若真出现一些变故，同样能够飞天而出。瞧着萧炎答应，小医仙也是笑盈盈地点了点头，对着蓝鹰吹了一声竹哨，任由它自由飞翔，然后领着萧炎步行至小山谷的一处角落，先指着那里的一处草棚，微笑道：这是我以前所搭建的，我们这段时间便居住在里面吧。哼，虽然是草棚，不过有美人同居，日子倒也快活。目光瞟过草棚，萧炎点了点头，偏头望着小医仙那玉般光洁的侧脸，不由得笑着调笑道。闻言，小医仙俏脸微红，娇嗔地白了他一眼，然后捂了捂小拳头，轻哼道：最好别以为我实力差，你就敢给我乱来。我可不想被你神不知鬼不觉地下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毒。摆了摆手，萧炎笑眯眯地道：哼。俏鼻皱了皱，小医仙对着萧炎扬了扬玉手，道：我先去采药了，你随便到处走走吧。说着便是转身对着远处的一些草药行去。转过身望着那逐渐远去的小医仙，萧炎笑了笑，也是对着反方向行去，嘴中轻声道：老师，这里没什么问题吧？此处的地形有些奇异，外界很少会有这般大规模的生长在一起的珍稀草药，而且不知为何这里的能量也是极为精纯，不过正适合你的修炼。戒指之内传来药老的苍老声音，在这里修炼1-2月，我想你应该便能成为一名真正的斗师了。斗师吗？脚步突然的一顿，萧炎抬起头来，望着山谷上空那有些雾蒙蒙空气，缓缓道：算算时间，我出来也已经有大半年了，而且距离那3年之约似乎只有不到1年的时间了呀。尽量加快些速度吧，魔兽山脉的修行差不多已经快要结束，你的下一站可是塔格尔大沙漠哦，嘿嘿，那里的苦修
将比魔兽山脉更加艰苦与危险。药老的笑声中透着些幸灾乐祸，无奈地摇了摇头。萧炎苦笑道：“我吃的苦难道还少了吗？哼，安心修炼吧。塔格尔大沙漠虽然危险，可那里的蛇女可是斗气大陆的一绝哦。若是好运，说不定可以收个蛇女女奴。嘿嘿。”翻了翻白眼，萧炎懒得再理会为老不尊的药老，继续埋头探寻着山谷的环境。接下来的这段时间，他将在这里平静的修行，直到晋升成一名真正的斗师。